同是中亚五国之一，为何说吉尔吉斯斯坦的地理环境十分糟糕？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位于中亚的内陆国家，东南与中国相邻，北与哈萨克斯坦相邻，西与乌兹别克斯坦相邻，南与塔吉克斯坦相邻。由于南北地缘的割裂，吉尔吉斯斯坦却始终伴随着动荡与不安，成为了一个多元而复杂的国家。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一、吉尔吉斯斯坦的地缘优势。吉尔吉斯斯坦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不仅成为了中亚各国互联互通的桥梁，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深入实施，吉尔吉斯斯坦的地缘优势愈发凸显，成为连接东西方的重要纽带。正在紧锣密鼓规划中的中吉乌铁路将从中国西北部出发，穿越吉尔吉斯斯坦，直抵乌兹别克斯坦安吉延，往南可直达伊朗，再经土耳其延伸至巴尔干半岛、中欧乃至西欧。这条铁路的建成将极大地完善新亚欧大陆桥的南部通道，为东亚、东南亚国家通往中亚、西亚乃至北非、南欧提供一条便捷高效的运输路径。它不仅将与里海通道形成互补，共同织就中欧班列西线南部通道的密集网络，更将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繁荣与文化交流。对于吉尔吉斯斯坦而言，中吉乌铁路的修建无疑是一场及时雨。作为身居内陆的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在海运方面存在天然的劣势，而这条铁路的贯通将极大地弥补这一短板，使吉尔吉斯斯坦的陆路运输能力得到质的飞跃。它不仅将加强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乌兹别克斯坦的经贸联系，更将促进吉尔吉斯斯坦与土库曼斯坦、伊朗等国的贸易往来，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商品外销开辟新的通道，甚至有望通过印度洋获得出海口，实现贸易的多元化。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资源。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土被天山山脉的西半部和帕米尔高原的一部分所占据，平均海拔高达2750米，其中 94% 以上的地区海拔超过1500米。在这片高地上，伊塞克湖犹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镶嵌在群山之间。作为世界上最深的湖泊之一，伊塞克湖以其独特的深度、热量与盐度组合，保证了湖泊终年不动，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的一大奇观。湖面海拔1600余米，平均深度达279米，不仅在水深上位居世界高山湖泊之首，集水量也名列前茅。吉尔吉斯斯坦的水利资源同样丰富得令人惊叹，据估算，其潜在的水力发电能力高达1420亿千瓦时，而目前仅开发利用了 10%。境内大小河流如织，10公里以上的河流就有2044条，总长度约 3.5万公里，为水力发电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中纳伦河作为吉尔吉斯斯坦最大最长的河流，横贯国境，流域面积广阔，其上建有的托克托古尔水电站更是闻名遐迩。另外，境内已发现的矿产地多达2000余处，以探明储量的优势矿产包括金、钨、锡、汞、锑、铁等，其中黄金总储量约为2149吨，年均开采量稳定在18至22吨之间，在独联体国家中排名第3。而且水银的储量丰富，石油和天然气探明储量也相当可观，煤矿床和矿点的探明储量更是高达 67.3 亿吨。早在前苏联时期，吉尔吉斯斯坦的煤炭年开采量就已达到300至400万吨，显示出其强大的矿产开发潜力。三、地缘割裂致使南北倾轧。吉尔吉斯斯坦的地理环境也带来了南北发展的不平衡。天山山脉的西段各支脉横亘其间，将国土分割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以首都比什凯克为中心的楚河谷地物流交通发达，工业基础雄厚，而南部以奥什为中心的环费尔干纳盆地地带则以农业为主，发展相对滞后。这种北工南农的格局导致南北两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除了经济因素外，民族宗教问题也是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南北矛盾的重要根源。南部环费尔干纳盆地地带虽属吉尔吉斯斯坦行政管辖，但乌兹别克族人口众多，与邻国乌兹别克斯坦联系紧密，甚至在某些方面受到的影响超过了本国。而吉尔吉斯族作为主体民族，主要居住在北部楚河谷地，是传统的游牧民族。这种三国杂居、边界交错的状态，使得中亚地区的政治、民族、宗教等问题在这里变得更加复杂和敏感。迄今为止，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仍有近 40% 的国界存在争议。不过近年来，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却发展迅速，
两国间的划界和勘界工作已基本完成，为彻底解决边境纠纷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吉尔吉斯斯坦还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平台，积极发展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共同推动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未来10年，辽宁省或将消失的7个县，有你的家乡吗？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加速，行政区划调整已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引擎。位于中国东北地区南部的辽宁省，2024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有 3.26 万亿元。未来该省可能会有一些县面临着县域整合的行政区划调整。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张武县位于辽宁省阜新市，地势北高南低，海拔从 313.1 米到 57.6 米不等，其气候为温带季风大陆性，年降水量平均为 497.4 毫米。该县面积达364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为 31.3 万。县内自然景观多样，地山、丘陵、沙漠、沼泽和森林各具特色，拥有众多原生态景点，如大清沟、巨龙湖水库和千佛山等。此外，张武县的野生动物资源丰富，拥有鸟类225种，占全省鸟类资源总数的 58.7%。2023年，张武县的地区生产总值达 134.4 亿元，同比增长了 7.6%。西丰县隶属辽宁省铁岭市，其地形由东至西缓缓倾斜，属于中温带亚湿润区季风型大陆性气候，年均降水量为738毫米。其地域东西宽达 66.5 千米，南北跨度也有82千米，总面积达2686平方公里，居民人口约为 20.5 万。该县蕴藏了多种矿产资源，如金、铜、铁矿以及煤炭等，其中煤炭储量尤为丰富，超1000万吨。此外，西丰县还拥有众多历史遗迹和自然景观，如普安观、向阳寺和兵马山国家森林公园等。2023年，西丰县地区生产总值达 60.09 亿元，同比增长了 5.1%。绥中县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境内，地处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在地势上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总面积达 2780.26 平方公里，拥有约 50.3 万常住人口。该县交通网络发达，包括公路、铁路、高铁和港口等多种交通方式，形成了便捷的交通体系。绥中县不仅是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城市，也是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重要支持区域。2024年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 218.7 亿元，同比增长 6.1%。法库县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境内，地处北温带湿润与半湿润的季风气候区，年平均降雨量高达600毫米。其地形以丘陵与平原相间为特点，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全境总面积达2320平方公里，拥有约 31.4 万的户籍人口。法库县农业发展颇具特色，以花生、辣椒、中草药、大樱桃、草莓等农作物为主，特色农业面积达 45,466.67 公顷。其中，法库牛肉、五龙山葡萄以及巴尔虎山山楂等农产品更是荣获国家地理标志。此外，法库县还是全国知名的产粮大县和国家绿色能源示范县。2023年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213.59 亿元，同比增长了 4.3%。宽甸满族自治县位于辽宁省丹东市境内，地处暖温带湿润区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带，地势呈现阶梯状，西北高而东南低，全县总面积达到 6106.69 平方公里，边境线长达 216.5 公里。到2024年末，该县的常住人口约为 31.7 万，因其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适宜耕种与狩猎，加之满族人口聚居较多，因此得名。此外，宽甸满族自治县还拥有如青山沟、虎山长城以及天桥沟国家森林公园等知名景点。今年的经济发展势头强劲，2023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约 113.9 亿元，同比增长 5.3%。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境内，拥有中温带半干旱、半湿润的大陆性季风气候，覆盖面积达 2232.10 平方公里，人口约为 33.3 万。该县拥有众多旅游景点，如喀索龙源旅游区、龙凤山景区等自然风光，以及玉龙谷温泉度假区等休闲胜地。此外，该县矿产资源丰富，以探明铜、金、银、铁等多种矿产资源。2023年，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 GDP 达 119.9 亿元，较前一年增长了 6.1%。台安县隶属辽宁省鞍山市，
地势由东北向南倾斜，地处富水区域，地下水资源丰富，年可开采量高达 5.16 亿立方米。全县总面积覆盖139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为 28.4 万。该县孕育了唢呐卡戏、柳边工艺和台湾火烧制作工艺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少帅岭旅游区、大麦科湿地自然保护区和西平森林公园等风景名胜也为台安县增添了独特的魅力。2024年，台安县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 183.5 亿元。未来10年，黑龙江省或将消失的4个县，有你的家乡吗？黑龙江省位于中国东北部，其东部和北部与俄罗斯隔江相望，边境线长达 2981.26 千米，其拥有 47.3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以及3029万的常住人口。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黑龙江的农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2024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65 万亿元。未来黑龙江省可能会有一些县面临着行政区划调整。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隶属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的有义县，地处黑龙江省的东北部，分别与富锦市、宝清县以及集贤县相邻。其东西的最大跨度在61千米，南北两端的宽度也有50千米，其拥有1696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以及 10.43 万的常住人口。有义县有12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占县人口 96%。该县的地形呈现出西南向东北倾斜的状态，海拔高度基本在59米至300米之间。由于该县的地形较为平坦，山水面积占比较小，所以土地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拥有 12.39 万公顷的耕地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 73.1%。有义大豆、黑肯有义西瓜、有义大米都是该县的特产。有义县还拥有有义博物馆、凤林古城等风景名胜，其中有义博物馆不仅是展现有义县深厚历史文化的重要场所，还是黑龙江省唯一一座弘扬五帝文化精神的博物馆。另外，有义县矿产资源有煤炭、粘土、建筑用砂、石灰石、花岗岩等。2023年有义县地区生产总值 44.83 亿元。隶属于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的伯利县，地处黑龙江省的东部区域，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年降雨量在450毫米至550毫米之间。该县拥有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这其中有耕地面积172万亩，林地面积143万亩，森林覆盖率 43%。伯利县的常住人口有 19.96 万，除汉族外，它还拥有14个少数民族，如回族、满族和朝鲜族等。伯利县虽然东南西三面环山，但它位于地山丘陵平原地带，县内的海拔高度在123米至1008米之间。段家岭李木营界山顶是伯利县的最高点。另外，伯利县的矿产资源有煤炭、黄金、大理石以及石墨等，其中拥有 1.2 亿吨的煤炭储量。作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县、人工林重点县、果树生产基地县、100个产煤大县之一的伯利县，在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66.4 亿元，同比增长 4.8%。孙吴县位于黑龙江省北部的黑河市中，紧邻小兴安岭北路，距离省会哈尔滨约500公里，距离黑河市爱辉区则有110公里之遥。作为黑河市的重要交通枢纽和3大口岸市县之一，孙吴县拥有长达35公里的边境线，与俄罗斯的阿穆尔州隔江相望。该县常住人口约为 7.3 万，总面积覆盖了 4447.7 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孙吴县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海拔从110米到755米不等，地势呈现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趋势，由西南向东北方向逐渐倾斜。在气候方面，孙吴县地处中高纬度，拥有典型的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雨量在400至650毫米之间。在矿产资源方面，孙吴县虽然种类相对较少且分布不均，但已经发现了煤、铁、铜、钼、金等矿产资源，其中石墨等资源虽未突出，但其潜在价值不可小觑。据统计，孙吴县在2023年实现了 24.6 亿元的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 3.6%。明水县位于黑龙江省的西南端，绥化市的辖下县，地处松嫩平原的西北部。县域东西绵延86公里，南北宽约 31.6 公里，总面积达2308平方公里，户籍人口约为 32.4 万人。地势上，明水县以中部为高，向东西两侧逐渐降低，全县的平均海拔为 249.2 米。地处高纬度内陆地区，
明水县年均降水量为472毫米。2023年，明水县的生产总值达到55.67亿元，同比增长了 3.1%。其主导产业包括农副产品加工、医药制造、新能源开发和商贸流通等多个领域。此外，明水县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包括225万亩的耕地和65万亩的草地，成为著名的寒地黑土熟米之乡和省内重要的牧业基地。如果将来这4个县真的被撤并为区，他们将有机会获得更多的土地指标，吸引更多的投资，进一步提升城市建设水平。但具体撤并需根据省级规划而定。重新审视山西省会，为什么说迁往阳泉会是明智的选择？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山西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闻名于世。但当我们提及山西的省会，更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太原的身影。作为山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太原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重要的地位。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和城市的演变，我们是否应该重新考虑省会选址的合理性呢？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经济增速垫底的山西省。山西位于华北、西北与华中交界之地，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紧邻太行山，与河北为邻，西边则毗邻黄河，与陕西隔河相望，南北两侧分别与河南、内蒙古接壤。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山西成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山西呈南北长东西段，其南北长约682公里，东西宽约385公里，面积约为 15.67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 1.6%， 常住人口 3445.96 万。山西的交通网络发达，石太铁路、大西高铁、太遂高铁等重要线路在此交织，使得山西能够便捷地通往京津冀地区，连接环渤海经济圈，并延伸至长三角、珠三角等重要经济区域。此外，山西资源丰富，尤其以煤炭资源著称，保有量巨大，占全国总量的 17.3%。在2024年，山西的规模以上企业原煤总产量更是占到了全国同期产量的 26.7%。这一地位使得山西被誉为煤海。然而，尽管资源丰富，山西的经济发展却因过度依赖煤炭产业而显得步履维艰。2024年的 GDP 为 2.55 万亿元，排名全国第21位，增速在全国31个省份中垫底，且是唯一一个经济负增长的省份。山西省的区域中心城市太原。太原市位于山西省中心地带，东西方向长约 114.25 公里，南北宽度达107公里，总面积达6988平方公里。太原的地形地貌丰富多样，包括山地、丘陵、平原、盆地和谷地等5种类型，其中山地面积最为广泛，而谷地面积相对较小。太原市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尤其是煤炭、铁矿和石膏等矿藏极为丰富。此外，硫磺、铜矿、硝石和石灰石等资源也十分丰富。由于山西省被誉为煤海，而太原就坐落在这个煤海的中心位置，其煤炭蕴藏量在山西省内排名第4。太原的煤炭资源不仅蕴藏量巨大，而且煤炭种类繁多，包括无烟煤、焦煤和寿煤等，且埋藏较浅，易于开采。作为山西省的省会城市，太原经济发达，交通网络便利。该市的产业以种植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特别是近年来，太原市的经济发展迅速。2024年，太原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418.8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另外，太原市还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历史遗迹，如晋祠、龙山石窟等，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山西将省会迁往阳泉是明智选择。阳泉市坐落于山西省的东部，紧邻太行山脉中段西侧，是华北与西北之间的重要交通要地。相较于省会太原，阳泉的地理位置更为突出，与河北省接壤，距离首都北京仅约300公里，还地处太原、石家庄2个省会城市中间，与两者均相距约100公里，具有城东接西、双向支撑的战略地位。这种区位条件有利于与周边省会城市形成经济互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该市交通网络四通八达，无论是铁路、公路还是水路交通都十分便捷，为省内外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外，阳泉还拥有丰富的资源禀赋。作为以煤炭资源为主导的城市，其煤炭储量丰富且品质卓越，为中国的重要能源基地之一。同时，铁矿、
泥土矿等矿产资源以及石灰石、石膏等非金属矿产的丰富储量，为阳泉及至全省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若将省会迁至阳泉，不仅能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优势，更能为全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提供强大的动力。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度日益提高，城市环境质量已成为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尽管阳泉曾因煤炭开采面临环境问题，但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环保政策的实施，其生态环境正在逐步得到改善。将省会迁移至阳泉，不仅可以借助其地理位置的优势，进一步推动城市环境的整治和生态修复工作，还能打造一个宜居宜业的生态文明城市。此举不仅有助于提升阳泉的城市形象，更能为全省乃至全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树立典范。距印度仅20多公里，中国班公湖大桥终于建成，战略价值究竟有多大？近期我国西藏阿里地区的日土县发布了一条关于自驾行的公告，直接导致印度破了大风。导致这一方面原因就在于，这场自驾行可是包含了我国精心策划的班公湖大桥。目前班公湖大桥已经正式通车，不仅改写了中印在班公湖地区的力量平衡，只要我国愿意，还能将印度的防线瞬间崩塌。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下班公湖大桥的影响力为何这么大。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美丽神奇的班公湖。位于青藏高原西部的班公湖，它的东西两端最长的距离可达155千米，而南北两端的宽度平均仅有4000米，是世界上最狭长的湖泊之一。班公湖目前被中印实控线一分为二，正处于中印两国共同控制的状态。班公湖 68.5% 的面积被我国掌控，可达413平方公里。马嘎藏布、波马区等是班公湖的主要补给水源，而它们正处于我们国家的控制范围，因此东半部分的湖水属于优质淡水，对于鸟类、鱼类的生长都非常适合，另外旅游业的发展也更适合。剩下的 31.5% 由印度控制，也就是191平方公里的面积。该区域因淡水稀缺，蒸发作用显著，形成了典型的咸水湖，生态环境严峻，难以支撑印军在此进行大规模驻军和开发活动。坐落在班公湖北岸的8座山峰，因形似手指，该地区被冠以手指区的称号。其中从西至东的山峰依次被命名为第1指至第8指。这一地带不仅是中印军事对峙的关键区域，还是双方主权争夺的焦点地带。目前印度控制着第1至第3指区域，其中楚舒勒附近的区域尤为关键，被视为其前沿阵地，而第4指区域则处于中印实控线的核心争议之中。从第4指的制高点可以俯瞰班公湖的中段。2020年，中印在该地区发生了对峙事件。此后，我国加强了对第4指区域的控制力度，并成功实控了东侧的第5至第8指区域。第8指附近就是我国建设班公湖大桥的区域范围。在5月份的中旬，阿里地区日土县开展清澈的爱，只为中国首届环班公湖自驾边疆行活动。活动中，16辆越野车相距班公湖景区码头，随着发车指令响起，环湖之旅正式开启。此次环班公湖旅游路线精心规划，途经日土宗遗址、下达措遗址、原始红柳林、乌乡村班公湖码头等，最终返回班公湖景区的起点。这不仅是我国第一次将班公湖大桥进行公开披露，同时还向外界传递了班公湖已稳稳掌控于我国手中的信息。2. 班公湖大桥的战略意义。据欧亚时报于2024年8月初的报道，根据最新卫星照片显示，中国在班公湖地区正在加速建设第2座公路大桥。目前该桥已进入铺设沥青的最后阶段，预计不久后将正式通车。回溯至2022年，我们曾在距离边境线仅20多公里的湖面最窄处建造了一座500米长的预制件公路大桥。这座桥虽只适用于轻型装甲车辆的通行，但彻底结束了班公湖无桥梁的历史。事实上，这座桥作为预备工程的一部分，为后续的更大规模建设奠定了基础。如今紧邻其旁，我们正在建设一座更为宏伟的新桥。新桥的桥面更宽，承重能力更强，甚至可以容纳15式轻型坦克的通行。这一进展无疑令人振奋，标志着我们在班公湖地区的交通建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关于这座大桥，自2022年印度媒体报道后，其关注度与担忧度在印度全国范围内激增。他们担忧的是班公湖大桥建成后将极大缩短我国在班公湖周边地区的物资和部队调动时间，
进一步增强我国在班公湖地区的影响力。印度的疑虑并非无中生有，班公湖大桥的实力不容小觑。此大桥一旦建成，将显著缩短两岸的交通距离，使解放军能够从原本的数百公里绕行减少到几分钟内即可抵达，极大地提升了军事响应速度和效率。此外，班公湖大桥的强大承载能力，使其能够安全地容纳如15式坦克等高原作战环境专用的武器装备通过，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在班公湖地区的军事部署实力。同时，中国正在积极推进新藏铁路项目的建设，初步测量工作已圆满完成，接下来的规划及开工建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新藏铁路的全长规划将达到2000公里，不仅将为西部边境带来新的助力，稳固边境环境，还将促进边境地区的贸易交流。未来班公湖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枢纽和基地，对边境地区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云南未来富得流油的8个县，各个发展潜力巨大，有你的家乡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拥有39.41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以及4655万的常住人口。2024年的地区生产总值3.15万亿元。今天就让我们来盘点一下云南未来发展潜力巨大的8个县市，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安宁市是云南省辖县级市，它位于昆明市西南32千米处，总面积1301.8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1.14万，城镇化率达 85.98%。 作为云南首个千亿县候选，以钢铁、石化及新能源电池产业为核心。2024年安宁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59.59亿元，同比增长 0.5%， 被称为云南工业第一县，工业基础与生态协调发展优势显著。隶属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弥勒市，其面积4004平方公里，常住总人口为53.39万，城镇化率 55.66%。 弥勒市在2013年的3月被撤县设市，它的地理优越，交通发达，是接轨滇中、连接两广重要枢纽。弥勒市的文旅与特色农业双轮驱动，红酒庄园、东风韵小镇等文旅项目带动收入增长 63%。 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532.22亿元，其特色农业与旅游融合潜力大。隶属于云南省直辖县级市的腾冲市，由保山市代管，还有着地热之乡极边第一城的别名。其面积5845平方公里，户籍总人口69.4万。腾冲不仅是中国通向南亚、东南亚的重要门户和节点，还有着中国翡翠第一城、中国琥珀之都的称号。另外，它还是文旅与边境贸易的核心区，火山热海、边境贸易等资源突出，年游客量突破1200万。2023实现生产总值343.61亿元，作为第一支柱产业的旅游业，年总收入有259.1亿元，其文旅及边贸发展空间广阔。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蒙自市是滇南中心城市核心区，总面积222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为59.51万。蒙自市地貌由盆地、山地、岩溶组成，地势大体上北高南低。蒙自市矿产资源主要有9个矿种，如银矿、煤炭、铜矿等，其中白牛场银多金属矿以探明为我国目前最大银矿，其有色金属产业占全国 12%， 锡矿等资源支撑工业发展。2023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476.49亿元，是云南工业强县的重要代表。隶属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辖县级市的大理市，属北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类型，年降雨量为1051.1毫米，总面积181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达79.01万。境内主要有苍山、洱海，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以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理古城等景点。大理市的旅游与光伏产业协同发展，洱海生态旅游、光伏板产业推动旅游收入增长 40%。 2023年的 GDP 超546亿元，生态与新兴产业融合潜力大。隶属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楚雄市，是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它东距昆明152公里，西距大理179公里，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其面积为443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有61.20万，城镇化率也达 69.69%。 楚雄市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其中山地占全市总面积的 55.8%。 作为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楚雄市，拥有基础扎实的烟草、冶金及生物制药产业。2023年的 GDP 达635.29亿元，
作为区域中心城市，产业集聚与创新能力突出。隶属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景洪市，其面积6866.5平方公里，常住总人口66.38万，城镇化率为 60.18%。文旅资源丰富，如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曼听公园、西双版纳民族风情园、西双版纳野象谷、湄公和星光夜市旅游休闲街区等。依靠独特的民族风情与自然景观，景洪市被列为云南省重点文旅县，依托热带雨林等资源，旅游产业增长空间大。2024年的 GDP 达 452.9 亿元。隶属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海县，其面积5368.0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5.97万，城镇化率为 36.98%。县内的旅游资源丰富，主要有大邑庄园景区、勐景来景区、独树成林景区、勐巴拉雨林小镇、景真八角亭景区等。另外，勐海县还是普洱茶核心产区，被誉为中国普洱茶第一县，拥有 90.72 万亩茶园和 5.62 万亩古茶树资源，茶产业综合产值达 339.6 亿元，特色茶叶品牌化与深加工潜力显著。